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你的白痴毛。说起暴雪，大家会首先想到什么呢？是魔兽、星际、风暴耀火，还是大菠萝、炉石、守望屁股？不得不说，暴雪在这许多年里给广大玩家树立了一个非常光辉的形象。暴雪出品必属精品，被游戏耽误了的动画公司等等称号也是深入人心。如果把游戏行业比作一幕演出舞台，那么暴雪就是台中央的几位偶像大师之一。暴雪的发家史可谓是相当丰富而曲折，一年一年的讲呢，可能会显得有些乏味。我也想改变一下叙事方式就以几款核心游戏作为公司历史的侧写去讲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暴雪最为知名的一款游戏《魔兽世界》。哇哦！魔兽世界是暴雪在2004年发行的游戏，在1年后有90%代理进入中国，对中国的网游市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就算是到了10几年后的现在，国内的所有 MMORPG 网游都还能或多或少的见到魔兽世界的影子。魔兽世界在欧美发布后，由于前作魔兽争霸2和魔兽争霸3的火爆，销量非常好，人气热度非常高，暴雪呢就决定趁热打铁进入中国市场。但说难听点的是心高气傲，说好听点的是坚持游戏的品质追求。暴雪对于代理商的要求非常苛刻，一是要求的分成比例极高，代理商的利润呢就很少；二是要求网络环境要好，就要代理商架设非常好的服务器。本来呢，欧美的网游来中国就容易水土不服，网络创世纪、魔剑、无尽的任务等等欧美游戏都在中国一蹶不振，而暴雪的要求还这么多，许多代理商呢也就望而却步。大家都觉得这个游戏没前途，就是一个把无尽的任务和魔兽争霸融合起来的游戏而已，估计也会爆死。但90%的老大朱俊眼光独到，成功的抓住了机会，从盛大、网易、巨人等等大公司的手里抢到了魔兽的代理权，专门成立了魔兽项目组。虽然只有10几个人，但都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地处理着魔兽本地化的工作，是要打破欧美网游在中国不行的怪圈。他们专门翻译校对了100万量级的台词，请到了专业的中文配音，而魔兽呢也没有辜负90%的期待。很快，公司的人数就突破了100万、200万，它火了，它成为了当时的最强 MMORPG， 让90%赚了个盆满钵满。到了2008年，魔兽世界在 MMORPG 市场上的占有率高达62%。有了成绩之后的90%呢，野心也膨胀了许多。他不想再受制于暴雪，毕竟暴雪总是拿着高额的分成，又对90%有着各种苛刻的要求。2005年，野心勃勃的90%开始了他的战略布局，一是稳固代理市场，陆续从国外拿回来了大量新的游戏，比如卓越之剑、奇迹世界、激战等等，先下手为强，不给其他代理厂商崛起的机会。同时，90%希望他旗下的其他网游能够把 WoW 压下去，毕竟 WoW 又吃资源，赚钱又少，虽然很火，但大头都是暴雪拿了。从一个纯粹的商人角度来看，捧红手下的其他产品，进而取代 WoW 才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二是降低暴雪的影响力，一方面打压公司内部的亲暴雪派，让 WoW 项目组老员工去带其他游戏；另一方面呢，让 EA 入股，增加与暴雪的谈判筹码。但结果并没有90%预料中的顺利， WoW 项目组中的许多老员工一怒之下集体离职。祸不单行，对于魔兽世界的疏忽还激怒了玩家，服务器经常卡顿，客服长时间无回复，数据库莫名其妙的回荡，而且回荡的时候还不提前给通知，导致许多玩家累死累活的刷副本，好不容易积累了点东西，一回荡全部没了。再加上外挂横行，玩家们怨声载道。90%以为魔兽世界不过是昙花一现，活上2-3年肯定又会被后续的网游代替，要摆脱暴雪，早日抢占下一步的市场。但这一次他读错了，因为之后再也没有网游能够超越 WoW。在2009年，在一片骂声中，暴雪决定终止90%的代理权，90%被迫将魔兽世界的代理权转交给了网易。第3季度的营收直接下降了94%。当然转交的过程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因为当时正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社会视网游为洪水猛兽，政府也推出了绿霸这种强制性过滤软件，对未成年网瘾问题非常重视。而当时属于国内第一网游的 WoW， 自然也就站到了风口浪尖。按照当时的规定，进口网游更换代理公司后需要重新审批，网易呢就开始走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流程。但90%这个时候起诉暴雪合同违约，版署收到了相关部门的通知，就停止了网易的审批。文化部在7月份通过了魔兽的审批，给了网易一个通行证。但是呢，由于版署一直不放行，
网易只能用免费公测的手段来挽留老玩家。根据分析，魔兽世界当时一天大概会损失500万。一直呢，到了9月份，版署也没有通过审批。此时呢，文化部认为网游不属于出版物，帮了一把网易。于是魔兽就在没有获得版署审批通过的前提下，正式公测开始收费。后续呢，这2个部门的意见依旧不太一致，但本期视频呢就不细说了。总之，最后网易是历经波折，终于把魔兽世界搞上架了。而广大游戏玩家面对社会对于网游害人的质疑，也陆陆续续站了出来。2009年，我叫 MT 开始上映，是一部以魔兽为核心的同人网络动画，在当时可以说是引起了相当大的热潮。许多制作人员现在也很出名啊，比如夏一可，比如教授易小星。而在2010年，性感玉米带头制作了网络电影《网瘾战争》，以魔兽世界里的游戏录像为素材，没有资金，全部都是魔兽玩家自发制作，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真正的开始反思游戏与网瘾。而网易呢，在得到了 WoW 之后，励精图治，巫妖王之怒、大地的烈焰、熊猫人等等资料片，让 WoW 的人气居高不下，成功得到了暴雪的青睐。之后呢，陆续合作了许多游戏，成为了暴雪的御用代理商，摇身一变成为了国内游戏行业的大佬。而就在最近，魔兽 8.0 的资料片也正式开放，又一次的引爆了老玩家的情怀。魔兽为什么会这么火？为什么会成为当时最强的 MMORPG 呢？这是很多非 WoW 玩家的疑惑，因为他们的人物也不美型，玩法也是刷，为什么就会这么火呢？确实啊，魔兽世界的玩法呢，简单来说就是过剧情、刷副本。如果正在看视频的各位现在再去玩魔兽世界，一个人从零开始萌新体验，其实会觉得有点无聊啊。刷着呢，可能就没有动力玩了，并没有网上大部分人吹爆的那种世界第一 MMORPG 的体验。究竟是魔兽不好玩呢，还是只是玩家盲目跟风的吹爆而已呢？都不是啊。就像是把 EVA 拿到现在再播，那可能会让很多人看得莫名其妙，甚至被喷。但放在10几年前，放在那个时代，它就是独一无二的里程碑。魔兽世界的许多设计，在当时的中国市场，在当时的中国玩家眼里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有魔兽争霸3的技术积累，魔兽世界的 3D 技术水平在当时非常的高，无缝地图衔接，而且还允许玩家自己去写插件，这在当时是不敢想象的。在一大群 2D、2.5D 游戏里突然窜出来一个 3D 游戏，并且画质流畅细腻，这相当于在如今用底特律的水平去制作一款网游，能不火吗？当年和 WoW 同期的网络游戏是传奇、冒险岛、梦幻西游、RO 这样的游戏，也都是刷，因为在当时的玩家看来，刷就是好玩，就是有乐趣。即便是在现在，像暗黑3、以撒的结合、空洞骑士等等游戏，也都是以刷作为核心的。而当时的魔兽在刷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副本系统，加入了天赋树系统，加入了社交系统等等许多比较创新的细节上的完善，是当时所有优秀网游系统的集大成者。满级才是游戏的开始，而当时许多游戏还是5等级上线，一直刷下去的，是在玩法上就已经遥遥领先。另外呢，一个人刷确实没意思啊，但魔兽是一个网络游戏，它做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把网游做出了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之后，一个游戏那就不再只是游戏，而是记忆。再加上100万字起步的精心设计的剧情文本，魔兽在当时可以说已经是无懈可击。为了加强玩家的代入感，玩家必须选择一个阵营、联盟或者部落，双方之间不死不休，刚好对应了大剧情的走向。玩家在玩魔兽的时候，就真的觉得自己是活在那个世界里的一个角色，适应着剧情大势的推动，认识了许多同伴，也杀过许多玩家，结下了许多仇。有着属于自己的公会在等待着自己，有着属于自己的伙伴在等待着自己。打开游戏就仿佛回家一样，战友之间惺惺相惜，仇敌之间不死不休。这就是魔兽最强的代入感与归属感。这种代入感，这种归属感延续了好多年，到了现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情怀。更与时俱进一点呢，我们可以称其为厨力。在这一点上，相信许多废狗玩家会感同身受。许多年来，无数网友想要复现魔兽世界的辉煌，但都无法超越。究其原因，也就是在于这种玩家间的轰轰烈烈的故事，在于这种强大的人情味儿。当年的剑网3也曾经摸到了这块门槛，而如今的许多网游也拥有优秀的剧情和社交设计，但为什么就再也出现不了第二个魔兽了呢？因为无法复现的不是故事，而是这个时代啊！纵然不愿意承认，但魔兽世界确实已经老了。MMORPG 整体都在衰落，在这个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没有人再愿意认真的去读那些繁琐的任务描述，没有人再愿意浪费那么多的时间走路跑图，没有人再愿意打开电脑去陪着网络另一边的对方做那些傻乎乎的事。
短平快才是现在的主流，这也是为什么就连暴雪自己都选择了风暴英雄、炉石传说、守望先锋这种一把只需要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快速获取快感的游戏模式。而像魔兽这种前期投入太多、副本被喷、新手任务不会做、需要大量时间投入的游戏来说，在线人数慢慢减少是必然的，比不过竞技游戏是必然的，这就是时代的流逝啊。不过我们也无需自怨自艾，毕竟没有哪款游戏能如此的深入人心，能让阔别多年的人再一次于新资料片里相聚。魔兽世界，它既是游戏，也是在这许许多多年里一代人的青春啊。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喜欢的观众请不妨投个硬币，点个收藏，给个好评，转个推荐，当然能点个特别关注是最好的了。新观众可以在关注时勾选特别关注，老观众也可以在实时界面点击设置，你们的关注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我是白痴毛，一名整天摸鱼的独立游戏开发者，我们下期再见。极点工作室，每一个极致的创意都值得被点亮。